试想一下，你最近总是反复发烧，吃了感冒药却老是退烧，没2天又烧了起来，身体莫名出现一块块淤青，刷牙时牙龈也容易出血，你开始觉得整天没力气，脸色愈来愈苍白，连走个楼梯都气喘吁吁。更奇怪的是，深夜里连骨头都隐隐作痛，仿佛从骨髓深处传来一种压迫感。这时候你会不会开始担心，难道自己得了什么重病？许多人和你一样，一开始可能以为只是小感冒、贫血或是太累了，但当上述4种典型症状同时出现时，医师会高度怀疑这不是普通的小毛病，而是一种可怕的疾病——血癌。血癌也就是白血病，它潜伏在我们的骨髓里，早期症状常被误认为其他问题，等到确诊时，往往已经刻不容缓。曾有一位70多岁的长者，反复感冒1个多月，迟迟未愈，直到发现身上有不明淤青，才到大医院检查，结果竟被诊断出罹患血癌。可见这种疾病的征兆很容易被忽视而延误就医。而今年演艺圈也传出罹患血癌的消息，57岁的知名主持人沈玉琳因肝炎住院治疗时意外确诊白血病，她近来面色蜡黄，体重骤减。本以为只是肝脏出了问题，没想到背后竟然隐藏着血癌在作祟。这些案例都显示，血癌可以潜伏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在早期用其他疾病的假象蒙蔽了双眼，让人措手不及。那么，什么是血癌？为什么会引起发烧、淤青出血、贫血和骨头疼痛这4大症状呢？简单来说，血癌指的就是发生在造血系统的癌症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骨髓就像一座血液工厂，不断制造红血球、白血球和血小板，供应全身所需。然而，当某个血液干细胞发生基因突变，变成不受控制的坏细胞时，就好比工厂里出现一个会不停复制自己的恶劣主管，把源源不绝的新员工全都变成他的分身。这些癌化的白血球不断增生，却没有正常功能，反而挤占了骨髓的空间。久而久之，骨髓里原本的好细胞、好员工们无法生产正常的血球，红血球生产线停摆，血小板生产线也停工。免疫战士白血球虽然数量暴增，却全是菜兵，没战力。更糟的是，这些不正常的白血病细胞还会跑出骨髓，随着血液散布全身，就像一群失控的暴徒闯入城市的大小街道，导致血流不畅，器官功能也跟着乱套。当血癌在体内肆虐到一定程度，上述4种危险信号就会陆续出现。首先是不明原因的发烧，因为白血病细胞取代了正常的白血球，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低下，我们的身体变得异常容易感染。平时可能不以为意的小感冒，现在却反复不愈，甚至出现持续高烧。此外，白血病本身也可能引发发炎反应，使得体温居高不下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反常的一直发烧，而且找不到明确感染来源，就要当心，这可能是血癌在警告你免疫系统出了大问题。第2个典型症状是淤青和出血。你或许曾经不小心撞到桌角，在皮肤上留下淤青，但血癌患者身上的淤青常常是莫名其妙地自己冒出来的，而且伤口的出血也较难止住。这是因为骨髓中的癌细胞增生，让制造血小板的功能几乎停摆。血小板是帮助我们凝血的细胞，当它严重不足时，随便碰一下都可能造成皮下出血，出现大片瘀斑，甚至没有碰撞，皮肤也会自发性出血。同时，凝血功能变差会让流鼻血、牙龈出血变得频繁，而且伤口血流不易止住。有人早上刷牙时满嘴是血，或是睡梦中鼻血常流，这些都是血癌可能留下的线索。当出血点遍布全身，皮肤一碰就青紫，你就该怀疑体内的血小板是不是出了大状况。第3，大多数血癌患者会出现脸色苍白、极度疲倦的现象，这其实是贫血在作祟。由于骨髓被癌细胞占据，红血球的产量锐减，身体就像供氧不足的引擎，怎么运转都提不起劲来。红血球负责将氧气运送到全身，当它们数量太少时，人就会感到虚弱、疲惫，稍微活动就心跳加速、气喘吁吁，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惨白，
甚至嘴唇、指甲都缺乏血色。有些人可能以为是一般的贫血，买铁剂来吃，但补充营养也于事无补，因为问题的根源在骨髓无法造血。如果最近总是提不起精神，头晕目眩，脸色白得不正常，就要警惕这不是一般的过劳，而可能是血癌造成的贫血。最后一个容易被忽略但很重要的症状是骨头疼痛。很多人把骨头酸痛归咎于年纪大或运动伤害，但血癌引起的骨头痛常常没有明显诱因，而且是一种从骨髓深处传出的隐隐疼痛。想象你的骨髓腔被挤满了大量不正常细胞，压力大到骨头都在喊痛，特别是掌骨，像腿骨或脊椎等部位，病人可能感到莫名的酸痛甚至刺痛。孩子若罹患白血病，常会喊腿痛、关节痛，走路一拐一拐。成年人也可能夜里骨痛难眠，骨髓里的癌细胞不断扩张，就像在骨头内部点了一把火，烧得骨头隐隐作痛。这种疼痛虽然没有外伤，却是一个暗示，骨髓出了问题，必须提高警觉。透过上述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出血癌造成的4大症状：发烧、感染难愈、淤青和出血倾向、贫血疲劳、骨骼疼痛，其实都是因为骨髓造血功能崩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。白血病细胞把正常的血球赶出战场，人体陷入三亏状态，缺白血球，没有免疫防御，缺血小板，止血机制失灵，缺红血球，全身缺氧运输，因此才会同时出现容易感染发烧、易淤易出血、脸色苍白疲倦这些状况。而骨头会痛，正是因为骨髓这个战场已经伤痕累累，充斥着癌细胞在作乱。另外，有些白血病患者还会出现其他症状，例如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、脖子、腋下、腹股沟出现肿块、持续的食欲不振与体重减轻、夜间盗汗等等。只是相较于前述4大症状，这些表现较不具特异性，单独看可能联想不到血癌而被忽略，但只要和前述典型症状同时存在，就更能拼凑出血癌的轮廓。了解了血癌的机制，我们也不禁要问，是什么原因导致血癌的发生？遗憾的是，大部分的白血病并没有明确的单一病因，属于后天突发的基因异常。不过，医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危险因子。首先，抽烟与血癌的关联不可忽视。烟草中的苯等致癌物质会增加血液细胞突变的风险，因此长期大量吸烟的人罹患血癌的几率较一般人高。其次，一些接受过化学治疗或放射线治疗的癌症幸存者，日后可能出现第2种癌症，包括白血病，这被称为治疗相关的白血病。另外，长期接触某些化学毒物，如苯类、农药，或在核辐射环境下工作的人，血癌风险也偏高。事实上，许多历史案例都印证了上述危险因子的影响力。例如，第2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，在爆炸数年后陆续出现白血病高峰，显示高剂量辐射会大幅提高血癌风险。又例如，长期暴露于苯的工人，如制鞋、化工产业，罹患白血病的几率明显高于一般人。这些例子提醒我们，尽管无法完全避免未知的突发基因变异，我们仍应尽量减少接触明知有害的物质，以降低血癌上升的可能。最后，虽然绝大多数血癌非遗传所得，但家族史也是需要留意的因素之一。如果直系亲属中有1人以上得过白血病或相关的血液疾病，自己一旦出现可疑症状，就更要当心。针对上述高风险族群，医师也建议定期进行血液检查，例如每年透过健检验血，观察血球计数是否有异常变化，这有助于在无症状时及早揪出血液疾病的苗头，防患于未然。总的来说，血癌更多时候是无从预防的突发疾病，但了解危险因子能提醒我们哪些族群更该定期检查，提高警觉。谈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好奇，血癌只有1种吗？其实，白血病并非单一疾病，而是包含很多亚型的总称，主要依照病程快慢和病细胞种类来分类。最常见的区分方式是急性和慢性。急性白血病就像我们前面描述的那样，发病急，来势汹汹，
短时间内血球大量异常增生，症状明显且严重，需要立即治疗。慢性白血病则进展缓慢，初期症状可能轻微，甚至没有症状，往往在例行健检的血液报告中才意外发现白血球异常。以年龄来说，急性白血病可以发生在各年龄层，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在儿童中较常见，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在成人，尤其是中老年人较多。慢性白血病，例如慢性淋巴性白血病，则多见于老年族群。无论如何，慢性白血病虽然前期看似和缓，但多年后也可能转变成急性阶段，变得危急。所以不管急性、慢性，只要确诊是白血病，都必须接受医师评估和追踪治疗，不能掉以轻心。然而，血癌并不只发生在孩童或长者身上，中壮年族群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年富力强的壮年人一旦罹患血癌，同样会面临生命巨变。曾有新闻报道，一位30多岁的男子被诊断出白血病，需要长期住院治疗，结果妻子不堪压力，竟然提出离婚，甚至卷走了他为治病存下的积蓄。这悲剧使人唏嘘，也提醒我们，癌症来临时，没有谁能置身事外。血癌可能在你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，绝不能心存侥幸。血癌的杀伤力有多强？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，急性的白血病往往可以在数个月内夺走一条人命。尤其是年长者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时，如果不积极治疗，存活时间通常只有数个月左右。有时白血病细胞甚至会在血管中形成淤塞，微血管被这些异常细胞堵住后，可能引发致命的并发症。例如，当脑部的微血管受阻时，病人恐怕会突然陷入昏迷。中风若肺部循环被塞住，呼吸功能将急剧衰竭。白血病往往会导致多重器官受损，使病情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，令人防不胜防。而慢性白血病虽然拖的时间长，但如果任其发展，病人可能因反复感染或疾病转为急性而缩短寿命。以最近的案例来说，大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高龄96岁时，因白血病合并多重器官衰竭离世。医师指出，年长者最常见的白血病类型有2种，一种是来势汹汹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，发病后存活时间只有数个月；另一种是进展缓慢的慢性淋巴性白血病，虽然病情和缓，但是最终也会恶化，且死因通常不是白血病本身，而是感染引发的败血症。这些例子都提醒我们，血癌绝对不是小病，一旦发生就可能迅速恶化。因此，及早发现、及早治疗是对抗血癌的关键。好消息是，随着医学进步，血癌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让人束手无策。现代治疗可以大幅提高患者的存活率，甚至让部分人得到痊愈的机会。以统计数据来看，现代治疗已使急性白血病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大为提高。例如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，以往5年存活率不到2成，如今在治疗进步下，已有3成到4成的患者能存活超过5年。而孩童常见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，治愈率更可达到7、8成以上。治疗血癌的方式主要包括化学治疗，简称化疗、标靶药物和骨髓移植。以急性白血病为例，标准的做法是尽快住院施行强力化疗，目标是消灭血液和骨髓中的癌细胞，让疾病达到完全缓解，也就是检测不到癌细胞的状态。很多人在第1次疗程后就能缓解，接着再经过几次强化疗程，巩固战果。如果顺利达成缓解，医师会评估患者的风险状况，决定是否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来根治疾病。骨髓移植好比换血重生，将健康捐赠者的造血干细胞移入患者体内，重新建立起正常的造血系统。一旦移植成功，患者有望彻底摆脱癌细胞的阴影。当然，骨髓移植有一定风险，年轻、身体状况较好的患者成功率较高，年纪大或有其他疾病者则可能不适合移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骨髓移植的成功有赖于找到合适的骨髓捐赠者。许多血癌患者的重生都拜骨髓捐赠者所赐，来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无私奉献。台湾有骨髓捐赠资料库，已经促成上千例移植，
全世界也建立了广泛的捐赠者网络。曾有一则新闻令人动容，一位父亲为复发的血癌孩子寻找2年前那位救命的骨髓捐赠者，希望再次获得他的帮助。可见每一位捐赠者的善心都可能是病患最后的稻草。对许多等待移植的血癌病友而言，一通通知找到骨髓配对的电话，就是黑暗中乍现的曙光。因此，我们也呼吁健康的民众踊跃加入骨髓捐赠的行列。您的一点爱心可能拯救一条宝贵生命。除了传统化疗，目前还有一些标靶治疗药物，专门对准某些白血病细胞的基因突变。例如著名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，在20多年前研发出一种划时代的口服标靶药，能精准阻断致病基因产生的异常酶，让这种白血病从高死亡率的绝症变成一种可控制的慢性病。许多患者长期存活，甚至接近正常人的寿命。再如某些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亚型也有新药可用，大大提高治疗成功率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急性前骨髓性白血病，这是一种过去非常凶险的血癌类型，但现在有针对性的维甲酸配合生技疗法，医师形容这种血癌几乎可以被治愈。大量患者在新疗法下长期存活，不再像从前那样毫无对策。由此可见，科学的进展正一步步削弱血癌的威力，为患者带来更多生存希望。以儿童常见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为例，现今的治疗相当成功。过去这种病在孩童中是致死率极高的2级，但随着标准化疗方案的不断改进，目前已有超过70%的病童可以完全康复，重返校园与正常生活。白血病已经从不治之症变成许多孩子可战胜的疾病，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医学成就。此外，近年崛起的免疫疗法也为某些血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，其中最受瞩目的要算是卡特细胞治疗。这项技术将病人自身的 T 淋巴球抽取出来，经过基因工程改造，使其能辨识并杀死白血病细胞，再回输体内执行定点清除。在一些传统疗法束手无策的白血病案例中， CAR-T 疗法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成果。部分末期患者在接受 CAR-T 治疗后，体内的癌细胞竟然完全消失，疾病进入缓解状态。当然 CAR-T 疗法目前主要应用在某些特定类型的血癌，例如复发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，且费用高昂，仍在发展阶段，但它无疑揭示了一条对抗顽固血癌的新路径。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，未来将有更多血癌患者从中受惠。不过，血癌仍然是一个狡猾的对手。有时我们明明使用了强效的化疗或标靶药，把血液中的癌细胞清得干干净净，但偏偏魔高一丈，残存的1-2个癌细胞躲在体内某处，通过新的基因突变卷土重来，对原本的药物产生抗药性，让疾病卷土重来。因此，血癌患者往往需要长期追踪，多次骨髓检查来确认体内是否还有残存的坏细胞。如果不幸复发，医师会视状况采取第2线甚至第3线治疗方案，例如使用不同机制的标靶药物，或再次进行骨髓移植等。不断和癌细胞斗智是现代医疗的一大挑战。然而总的来说，现在的治疗已经让许多血癌患者长期带病生存，甚至康复出院，重拾正常生活。无论如何，有一条铁律始终不变，愈早治疗胜算愈高。既然早期治疗如此重要，那么如何才能及早发现血癌呢？这就回到我们开头提到的4大警讯。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持续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，容易淤青出血，脸色苍白疲倦，骨头疼痛这些症状，绝对不要掉以轻心。特别是这些不适并非只有1-2天，而是反复持续，逐渐加重，那就必须立即就医检查。医师通常会先安排抽血检验，查看血球数目是否异常，例如白血球莫名暴增或严重偏低，红血球和血小板明显减少，这些都是血癌的警示指标。如果血液报告可疑，下一步会进行骨髓穿刺检查，直接抽取骨髓样本来寻找癌细胞的踪迹。一旦确诊血癌，就能马上展开适当的治疗。请记住，争取时间就是拯救生命。许多血癌患者因为及时发现、迅速治疗而成功控制病情，延长寿命甚至完全康复。
相反地，如果一再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，等到病情严重到休克、器官衰竭才送医，治疗上往往已经来不及挽回。血癌这个名词听起来固然令人畏惧，但我们不必恐慌失措，却也绝不能心存侥幸，掉以轻心。许多人总以为癌症不会找上我，但疾病往往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被忽略。与其害怕面对、不敢检查，不如秉持早期发现、及早治疗的信念，正视身体发出的讯号。最后再提醒大家，出现4大症状，恐离血癌，千万别心存侥幸，尽速就医、检查治疗，才能提高存活率，争取康复的机会。只要及时行动，血癌并非不可战胜的命运。我们有机会将这个体内的凶恶敌人击倒，夺回健康的人生。生命诚可贵，别让迟疑耽误了救命的契机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今日的医疗进步，加上患者坚强的意志，已经让无数血癌病友挺过漫长疗程，创造康复的奇迹。只要不放弃希望，积极配合治疗，血癌并非无法战胜的绝症。我们期盼每一位与血癌奋战的勇士都能迎来重生的黎明。